就有这么一种人吧，你不找他，他就能一直忍着不找你，然后渴望被爱，但是你一靠近他就跑，就既希望别人的认同，又害怕过多的关注，就非常纠结又矛盾的人格。这个其实就是回避依恋人格。回避依恋人格是很难维系好亲密关系的。你和这样的人在一块儿，你总觉得他似乎是并不在意你，无论你对他多好，他都表现得淡淡的。可一旦你对他不好了，他就默默给你减分，甚至要跟你分手，就让你觉得莫名其妙的。这个其实只是回避的情绪脑没有足够的发展好，你可以理解为情感缺失。但是回避型在亲密关系中短板呢，恰恰是做人的短板。虽然他的情感部分的脑力是缺失的，但是另一部分智慧和学习大脑是疯狂生长的。所以你会发现回避依恋人格一般都很聪明，学习能力特别强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虽然他不懂得感情，但是他很懂得学习如何去伪装成为一个好伴侣。所以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你很难识别他真正的内核是空虚不安的。他会去模仿他人恋爱的样子，尽可能的取悦你，满足你，让你享受到恋爱的美好。随着你跟他相处的深入，回避真正的自我就慢慢的暴露出来了。而且你会发现啊，他其实并不认同恋爱的那一套逻辑，他的骨子里仍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，永远有被抛弃的风险。他的恋爱观就是什么呢？亲密关系不过是一场价值交换。这种人格内在小孩是没有真正长大的，比如像混混胡热，不是段位高啊，也不是他要吊着谁，根本原因是什么？他本身就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孩子。当你主动去跟他交流，他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善意，有安全感，他会打开自己的社交开关，像个正常人一样。可如果你不能给他足够的安全感，他就会立刻的升起一个防御屏障，高冷的把你推开。为什么回避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自我防御机制？因为它通常是生长在一个情感教育比较淡薄的家庭里边，父母是习惯性的忽略孩子的需求了，或者打压这个孩子的欲望，孩子极少在父母身上得到肯定和认同，所以形成了自卑的一个性格，没有办法正确的客观的去看待自己，总是觉得自己不行不配，没有能力经营任何关系。就比方说啊，他在幼儿时期获得一点小成就，兴冲冲的告诉父母，结果父母呢没有去给他夸赞，反而去批评他，骄傲自满，他的积极性这时候就被打击了。那之后他就会不自信，然后减少这种主动探索，他的潜意识里会认为主动表达自我是错的，是得不到任何正确回应的，主动去索要情感需求的满足也是错的。这样的观念就深入到他潜意识里了，他就会去否定感情和情绪的价值。那等他进入亲密关系了，他会去沿用这个模式，不会主动去表达自己需要什么，全靠伴侣去猜。他也很难去共情伴侣的感受，他从小习得的情感模式让他想当然的觉得，无论你是发脾气也好，又是表达你有多喜欢他，那都是你的事情，跟他是无关的，他不需要对你的情感负责。一如小的时候他的养育者对他的态度。我们了解回避的心理，怎么去跟回避相处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学会接纳他心里有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，你学会去带孩子就可以了。我们每个人其实心里都有一个内在的父母，父母去满足一下孩子的需求，孩子慢慢就会长大。你要知道，回避型只是看起来很自我，可你要教他怎么去主动重建自己的内在世界，他一定会让你获得一个特别真香的伴侣。